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今天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赖香伶委员、尹乃菁小姐、洪孟凯委员、翁小玲委员、曾宪颖议员。好，现在联合国80周年，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呢，各国很多元首啊都去啊。然后川普昨天去演讲，川普呢把联合国痛骂一顿，什么这联合国，川普，我干了7个月，平息了世界上7个战争，你们干什么？你们只会空谈，你会搞什么鬼啊？还有一堆国家还去承认巴勒斯坦，你这个是奖励哈马斯啊！所以呢，川普哇，这个而且说气候变迁，这全世界最大的骗局，这绿色骗局，你们这些国家去上这绿色骗局的当，你们国家都会倒霉哦。所以呢，川普昨天去大骂一通啊。那而且呢，另外说呢，他奇怪了，今天媒体说川普变了，因为之前说呢，这个俄乌泽伦斯基乌克兰就地谈判，被占领的土地就给俄罗斯吧。昨天突然变了，说乌克兰可以把他那个土地拿回来，不过欧盟你们要帮助他，我美国帮他什么？你们离那么近，欧盟要帮助他，你们要帮助乌克兰把土地拿回来。而且呢，俄罗斯的战斗机啊、无人机到你北约啊、什么爱沙尼亚这些地方去打下来嘛，你们要把它打下来啊！你们否则你们在搞什么？乌克兰有能力夺回失土，但是要欧洲帮助他啊。那川普说呢，美国这个要寄重税对普丁，而且呢，我寄重是可以啊。今天俄罗斯能够继续打仗，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继续买它的油啊。你们北约还有一些国家私自也在买它的。你们帮助俄罗斯打你们自己，你们搞什么鬼啊？川普昨天火力全开那泽连斯基呢说，川普承诺战后给他安全保障那俄国就是怎么给你安全保障？乌克兰人为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把年轻人生命都送掉了为了西方的利益，你们把命都送掉了。那这个北约只好出来谴责，说俄罗斯呢侵入爱沙尼亚领空，我们要用一切的手段来自卫，因为北约有集体防卫了那这个川普说，把他直接打下来就好了，反正也不是他打，你们去打那另外呢，卢比欧警告俄国，川普耐心有限，会有更强烈的手段那他们说呢，为什么战机、无人机一直越到北约的界限呢？川普呢就要试探，普丁要试探北约第5条叫集体防卫因为北约有一个，你打了他，其他也要一起来防卫，集体防卫到底玩真玩假那另外呢，这个刚刚讲啊，川普联合国演讲很好啊，说泽伦斯基要把这个光复的失土，把失土光复回来啊。但是说呢，其实这是泽伦斯基最大的噩耗。以前大家去骂川普，川普本来说就地谈判啊，欧洲都骂川普就你讲什么，你完全没有道义，没有正义，侵略者可以把土地拿去吗？你居然还说这样话。好了，川普现在变了，说他应该对土地应该还你们，但是呢，怎么还呢？你们去努力啊。你们欧洲离那么近你们自己去打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制裁俄罗斯你们不要买它的石油你们不要买它的能源你们去干对不对？本来就应该拿回来这下欧洲傻脸了所以他们说这反而是泽连斯基最大的噩耗那另外呢，川普昨天他到了联合国大厦，要搭手扶梯要上去演讲的时候呢，到一半手扶梯停了，川普就很生气，说谁搞鬼一定要开除，把他彻查，把他开除。就联合国说不是所以因为你的摄影往前跑，摄影要拍你上电梯的这个英姿你们夫妻这个伉俪的这个照片，结果呢，他跑到楼上后再往回走，因为拍电梯一回就受到警告，就停了。说不是我们联合国是你但川普认为说一定是联合国搞鬼，你们看不起我，你们讨厌我，因为我不给你们钱了。美国现在负担联合国一般的费用22%，190多个美国负担20%，那现在美国认为说我不要付这个钱了，我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第4度会谈，川普一改态度，还表态乌克兰可以夺回所有失土，但是制裁俄罗斯仍有条件，就卡在欧洲国家匈牙利、斯洛伐克还在买俄罗斯石油。They're buying oil and gas from Russia while they're fighting Russia. It's embarrassing to them, and it was very embarrassing to them when I found out about it, I can tell you that. But they have to immediately cease all energy purchases from Russia. Otherwise, we're all wasting a lot of time.
川普在联合国演说狂骂欧洲，除了买俄油，还承认巴勒斯坦是在奖励哈马斯，以及欧洲无力面对移民危机。川普对台下近200个国家的各国领袖当场说教，还抱怨联合国设备。And I don't mind making this speech without a teleprompter, because the teleprompter is not working. That whoever's operating this teleprompter is in big trouble. 不止读稿机出包，就在川普跟夫人进场搭手扶梯时，手扶梯突然卡住，川普转头看向媒体，直接走上去。联合国开大会却有点落差。川普他 CNN 说了，他这次演讲跟他第一任其实讲的差不多了。但第一任讲完这些，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我们有最强的边境、最强的军人、最强的经济、最强的一大堆的时候，下面各国代表都在笑。这次他讲同样的话，下面没有笑了。觉得这小子疯子，虽然是疯，好像是真的哦。全世界现在被搞大乱，这时候居然大家都不笑，只是不讲话而已。哦，怎么听川普这边自吹自擂哈？乃金怎么看？其实川普真的很有趣哈，他是一个全世界呢最大的，坐在一个最大的一个位置上面，美国总统，然后再当一个实境秀的主持人哈，每天呢都在搞新闻哈。而且我觉得川普呢有这种荧幕焦虑症哈，还有这个他在他的那个 True Social 上面的，他要占据最大网红的这样子的一个焦虑症，一天没有他的新闻呢，他大概就坐立难安啊。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本来呢，代表发言的每一个国家的，不管是元首或者是说外交部长等等啊，都只有15分钟。川普呢，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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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了1个多小时啊。然后他在个过程之中呢，骂联合国，然后又自吹自擂，说他有多大的成就，你联合国做到的事情我都做到了，我阻止了7场战争，然后我美国现在以前多惨，现在多伟大哈。然后呢，就骂这个国家，骂那个国家。然后他在跟那个泽连斯基场边谈话的时候，又说哦，你可以夺回这个领土哈，然后在欧盟的帮助之下等等之类的啊，就发了很多很兴奋的措辞，很昂扬的那个 True Social 的文。我觉得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讲的最好，他说不要对每一则推文都太过兴奋，就是说川普这个人是这样子啊。他可能呢，今天呢，他在这边的那种激昂的这种谈话，或者是说很刺激性的这种言论哈，一会儿要对这个俄罗斯很好，一会儿呢要对这个乌克兰很好，都只是他在策略上的一些的运用啊。我们要知道，他现在呢，在有关于哈马斯的问题上面，在加萨走廊这个问题上面，美国呢是在这个联合国呢遭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孤立啊，然后他这个部分的问题呢，他很难解决，他没有办法叫这个纳坦雅胡停手哈，对于加萨地区呢采取这种种族灭绝的行径之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把焦点呢转到另外一个战场上去啊，然后要大家的这个目光呢放到这个地方来，他真的会对俄罗斯出手吗？然后呢，他真的会在后面呢鼓动，就说你欧盟你可以做啊，你爱做什么就怎么做。他不要忘了哈，今天呢北约呢一旦对于就欧盟这些国家哈是北约的成员，一旦对于俄罗斯采取任何的行动，在这个乌克兰这个土地上出兵的话，那就是对俄罗斯宣战了哈。所以川普呢，他从头到尾呢都在避免啊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言辞上面的一个说法而已。至于说他谴责这个爱沙尼亚，北约就俄罗斯的飞机进入到爱沙尼亚的领空啊，还有之前的时候呢，无人机俄罗斯无人机不是到这个波兰吗？北约是采取行动啦，北约已经都有采取行动啦，所以说这个是变成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一个话题。反而更有趣的呢，就是他今天讲到说，啊，我要对俄罗斯不是实施制裁吗？你如果不再停止战争的话，等到之后的时候，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对，我会对他们实施制裁。让我再想想，1个月之后我会做出决定。所以这就是川普。我觉得俄罗斯的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讲得非常的准确，就是你不要对他的每一则的推文都那么的兴奋。最重要的是，乌克兰呢要站在他自己国家的利益跟立场上面，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今天呢，日本的那个媒体啊，有透露出来一个讯息，就是一个在
一个在这个美国就在智库呢相当有分量的哈这个日本的一个前的官员，他们透露说，美国即将在下个月啊公布的就是美国的国防那个战略安全文件里面啊，就是显示出来他们在这个台海地区的时候，他们会以核武啊作为最主要的做主要的战略，但是如果一旦啊大陆呢真的中国真的采取就是攻占台湾的武力行动的话呢，美国会强势介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真假不明哈，还是要看它的最后的出现的文件才能够知道。但是呢，这个有关于台海的问题跟中美之间现在在博弈啊，对于台湾问题的最终处理才是我们更应该关切的。好吧，俄罗斯还笑川普，我们看他怎么笑。俄军的无人机从天而降，油库发生大爆炸。镜头转到俄国首都莫斯科，周一这座停车场被无人机的残骸砸中爆炸，领空还一度关闭，乌军要来复仇了。The MiG-31 fighter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are some of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and able to carry Russia's hypersonic, nuclear-capable ballistic missile, the Kinzhal. It's the latest in a string of events increasing tensions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北约各国上联合国安理会理论，刚上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兹就拿俄罗斯开刀立威，西方接力围剿，话一句比一句还酸。At best, these latest acts are dangerous and reckless. At worst, they are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undermine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overeign nations. It cannot be that Russia accidentally violates 3 times in 2 weeks European airspace. And if it was accidentally, it was a mistake, there has been plenty of time for Russian Federation to apologize and say, sorry, we made a mistake. Instead, we see a pattern. 倒是俄罗斯老神在一副谁理你啊的高姿态。Их траектория проходила над нейтральными водами Балт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В общем, бывшие наш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артнеры, хотите истерить, нагнетать 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о в чем-то нас обвинять, дело ваше. Полагаю, что реал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Saying Russia is willing to extend a nuclear arms treaty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Naturally, this would require conditions for its full-scale resumption. 普京希望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之间仅存的核武协议，预计明年2月到期，似乎是向川普抛出了橄榄枝。川普这个人他其实就是善变，然后而且就是喜欢有光环。那么你看他在俄乌战争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还记得他当时当选总统之后，他不是说他上任多少时间之内，然后俄乌战争就会结束，20小时之内，就到现在都没有结束。然后一会又是站在乌克兰在这边，一会又是站在俄罗斯那边。然后之前他不是还听他的夫人又说，这个俄罗斯这普丁这个人是完全不可信的。所以就是他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他就反反复复。然后难怪，就是现在连联合国的那些这个各国的代表都觉得说，这不需要太去去听去看这个川普的说什么话，反正他可能他一下子过几天他又改变他的心意。那么在这个至于就是说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好，那当然就是俄罗斯他现在发动就是这出飞机，然后到这个爱沙尼亚等等的，那他其实无非也是大概就是想去试探，就北约这些国家，你到底现在对俄乌的一些看法是如何？那么当然北约他们现在可能大家对于是不是要再继续支持支持乌克兰，然后跟俄罗斯还是维持这种比较紧张的关系，我想他们大概也都觉得这个战争搞那么久了，其实对北约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更何况就是说，最后的决定，俄乌战争的结束，应该都还是在川普在美国，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也蛮难处理的。就是美国你不要看他虽然是独霸，不要好像非靠他不可嘞。2战的时候，如果不是美国，欧战哪那么快结束啊？对，欧战结束了，日本还继续打3个月呢。如果不是2颗原子弹下去，日本怎么会无条件投降？所以最后还是要拜托美国出来啊！英国跟美国关系那么好，血浓于水，丘吉尔怎么拜托美国出来？美国开始都不出来，后来是美国自己被人家打了才参战的。
那怎么搞到现在？现在还是这样的？70年以后，对不对？80年了，还是要靠美国。美国心里根本看不起欧洲这些国家嘛，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弄啊，你们找我干嘛？你们那么近，所以川普讲的话虽然看起来好像哇，这个我愿意收复这个乌克兰领土，其实也把责任给这个北欧嘛，给北约嘛，给欧洲嘛，所以我想那个乌克兰心里面，泽伦斯基心里面也是毛毛的，搞了个半天，怎么责任都推出去呢？那将来在亚洲会不会也推出去呢？所以你日本啊、韩国离台湾比较近嘛，所以你们来防卫啊，跟我们美国有那么远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会不会这样子？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各国元首到纽约基本上都车子到联合国大楼前面了哈，但是马克宏呢，不知道为什么别出心裁，他要走路。结果呢，因为川普的车队刚好经过，所以警察就围安嘛。哇，美国总统去，于是美国常常发生这种枪杀总统，很紧张的。哦，我曾经看过那时候选举的时候，那个两个党的候选人，哇，那个维安都不得了哈，这个非常的严密的哈。所以呢，维安，川普前阵也被打过啊，不是没打过，前阵又发生这个网红对不对Kirk被打的事情了，所以呢，警察大概很紧张。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以前像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我们到了跨年到那个时代广场去就去了嘛。现在从9·11以后很严的，去的话你可能还要自己带尿布。哦，你可能进去就不能出来，不准你上洗手间，所以你不能喝水，你自己还带尿布，几个钟在那边动都不能动，不能进出。维安现在差很多哈，跟以前哈。那这个马克宏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哦，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警察就说对不起，我们总统车队要经过，所以你就不能走了。所以呢，马克宏就赶快拿出电话，他还有川普的电话哦，打电话给川普求救。他说哦，你猜怎样？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我在路上被困了，整条街都因为你卡住了，哦，所以呢，我们周末还有很多话要讨论呢，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办呢？哦，那这个因为联合国大会登场，所以外国元首、外交官，曼哈顿的 Manhattan 的堵车要交堵车费的，他们不用交哦，而且我知道很多外交官也不交那个停车费，什么欠一大堆那个违规的车单也不交哦，所以美国交通起来很头痛的哈。马克宏说：“你川普他这个直接打到川普的要害，你认为你解决了以色列引解了那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你就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啊？差远了！你以为你在联合国圈的时候，你怎么平息了7场战争，你就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差远了！只有你结束加沙，以色列不要去打加沙走廊了，不要去打那个这个加沙这个高地了，不要去这个打哈马斯的，真的战争停了。”你才可能得诺贝尔奖，啊，因为川普很想得诺贝尔奖，所以你要得，把这个解决啊。那另外呢，以色列坦克深入加沙好多地方哈，炮声、爆炸声像地震一样，那是蛮惨的。哦，这个几百万人哦，很多流离失所哈，真的蛮惨的哈。那川普说，你们这些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等于奖励哈马斯，所以其实。你那个纳坦雅胡，你们都反对我都没关系，只要一个人支持我就好，川普支持我就好，其他都不重要啊。那川普说而且你们这个各国的移民政策又是欧洲把国家带往地狱，你们接纳那么多移民干嘛？我都把移民赶出去，不让他们进来，你们搞一堆移民就搞得过头了吧？现在你们知道痛苦了吧？你们当时要表示人道啊，接纳这些移民啊，接纳这些什么受迫害的啊，或者政治战争这个有危险的。那现在你们看看你们欧洲变成什么样子？川普还骂他们呢，我们看一下。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交通真的塞，连堂法国总统马克宏都被警察挡在路边。Who's this? How many people? No, I have 10 people with me. I go to the French embassy. No. I'm sorry, I'm president. I'm really sorry. It's just that everything's frozen right now. 马克宏过不了马路，远景只能礼貌笑着解释，有车队要经过，万不能通行啊！谈判老手马克宏这回再出招。If you don't see it, let me cross. I negotiate with you. 谈判不成，只能摸摸鼻子。但到底是谁敢挡法总去路？没错，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车队。接着，马克宏做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直接打给美国总统川普。Guess what?
I'm waiting the street because everything is frozen for you. 最后马路可以过了，马克宏和川普还谈了不少国际议题，通话气氛友好。马克宏和随行人员一共步行了半个小时，穿梭在行人、游客之间，还有路人要求合影。路人甚至亲了一下，马克宏示意随扈不用担心。来，孟凯。我想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呢，确实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看到说法国总统他旁边其实维安没有到那么的戒备森严，而且他还可以直接跟这个纽约街头的警察来去对谈。那警察也很幽默，讲说抱歉了，总统先生，我不让你过，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总统先生的车队要过，所以没有办法。那后来打电话，但是这个打电话后面，因为旁边还是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并且上到社群媒体，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一个花絮啊。可是这花絮凸显什么？两个部分，第一，法国总统也在借此展现是说，他有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可以直接沟通，并且还是谈论到，虽然轻松愉快是讲说 Guess what， 我被你堵住了，可是更重要的是加沙走廊的问题还是要沟通。所以国际社会现实上面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问题要去碰触。可是我们先讲，虽然谈判最忌什么？最忌压时间。我说我24小时内要解决，我没有解决，怎么样？破局。我说50天内要解决俄乌战争，没有解决，怎么样？但是对川普来讲，他不是一般人，不是我们一般习以为常的人，他不怕破局啊，他不怕跳票啊，因为跳票又怎么样呢？我有实力，我再继续说话。所以川普从过去到现在，他其实就是先压了一个底线，但是这个底线如果说没有成的话，他再开另外一个新的局。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俄罗斯跟乌俄战争这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落幕？其实取决还是2点嘛。一点是到底现在俄罗斯还有在做这个军事，不管是无人机的一个试探，那北约有没有办法这些国家能够真正有这个所谓的第5条军事动作来去做一个防卫？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俄罗斯还是会看准这样的破口。那第二个部分更重要的是，当全世界有没有可能大家不顾民生需求来共同的抵制？其实如果说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抵制，俄罗斯真的有办法撑那么久吗？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其实还是一样嘛。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讨论到，就是国际社会现实上面，每个国家还是以自身利益为最优先考量。这个不是自私，而是这个本来就是人性。而川普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家都讲到他很有戏，可是他虽然自己把自己当得像国王一样，但某种程度上，他也像是一个戳破国王新衣的那个小孩一样啊。他在联合国大会也是直指啊，每一个国家其实大家又想着各自啊，所以如果说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你现在把这一些摊子你要解决乌俄战争，那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制裁，不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等等的？那有办法做到吗？梁大伟。对，确实要不要这个联合抵制俄罗斯哈，包括他川普点名的中国跟印度啊，都跟俄罗斯还是进口它的能源这件事情，就讲呢，让大家都晓得这个利益各自这个还是在盘算当中嘛哦。那第二个，我认为他也在启动一个，就是说你们全球都要我来保护。那在联合国的这样一个大的场合里面，我当然除了自吹自擂，我也点名了一些这个未解的习题哈。那包括刚刚讲的战争这件事情，还有这个马克宏，虽然刚刚那个影像还蛮有趣的，好像他电话直通川普，然后呢讲说这个我在街头被你困住等等，但是看联合国的这个演讲里面，马克宏是直指说你要得诺贝尔和平奖还很早啊，因为最难解的加沙，而且以色列跟你就是盟友关系，那全球都希望这个巴勒斯坦建国以及降低这个战争的这个钥匙在你手上，那你要不要回答？所以我觉得高来高去，政治上面就还是实力原则了哈。那第二个，我觉得要回应刚乃金一直强调，就是说在亚洲的这个防卫里面啊，如果像现在美国对北约还有对欧盟讲的话那么直白，好，那包括乌克兰的问题，你北约你们这些欧盟国家也要出点力。那现在这个欧盟国家很多在军事采购的预算里面，整个都要提高嘛哈。那台湾现在也被迫啊，除了3.3%之外，还是强调可能要到5%的这个预算来看。显然刚乃金讲到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你亚洲自己的自我联防哈本身的这个协议可能近在咫尺。因为以这4年来讲，我认为川普这4年他当然除了在
既有关税贸易大战之外，它还是在建制的是一个地缘政治联防里面的一个军事自我的这个定调。但是我觉得很怪异的就是，他前一阵子在美中关系的这个通话哈，还有一些这个释出善意的前提之下，好像台湾在军事采购部分呢被 delay 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讯息一再都在抛出来，就是说当台湾有事，全球到底怎么样进入这样的一个协防里面，美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不可能第一时间会用任何更强烈的方式主张，他就是嘴巴很坚强、很坚定的支持，行动上面是令人无法信任的。不好意思哦，我稍微修正一下这个香菱，就是说对我的那个的意见哈，是这样子，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要看他下个月真的公布出来的他们的国防安全战略究竟是什么。川普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他不是要采取区域联防，哈，因为他是要你们这些国家更多的负担责任哈，日本啊、韩国啊哈，韩国已经拒绝了。好，那就是看他接下来怎么做哈。那关键是说，他如果是真的提到说一旦这个北京呢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话，美国真的会像这个现在日本媒体揭露出来的那样子说，他会实质的来介入这场战争吗？我就要看他们最终出来的才会有结果。第二个是说，我是从头到尾我都反对，我们的这个军费，我们的国防的预算要依照美国所为我们设下的什么3%呐，占 GDP 3%，或是占5%的哈。联合报的民调呢，已经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台湾的民众呢就是反对军备竞赛的哈。我觉得我们现在赖政府呢最大的问题呢，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国防的自主权通通是绑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利益之上，绑在美国的军火商的利益之上。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今天呢，日本再去考量到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或者是韩国呢再去考量到朝鲜半岛、美国、中国大陆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优先考量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啊。台湾要回到自己的本位的国家的安全的战略来考量，去台湾的需要。而且我不觉得一直要我们增加经费，美国现在欠我们200亿美金的武器都没有给我们，对，做不出来啊，他根本做不出来嘛。比如说，而且你现在看那个波音公司，很多国家大陆将要买什么500架，这个要买100架，那个国家买200架，根本做不出来这个东西嘛，无法交货，接了一堆订单，货交不了，而且真的交货，重点又不是你，是别人。所以叫你编那么多预算，到底这个钱要到哪里去？还是钱都先给他了？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休息一下再回来。还要先。